真的那种一些台湾经典很难走进去。台湾一直都推的东西是台湾的旅游，没有推其他的地区化的旅游，所以其实台湾的旅游的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二次要干嘛的问题。2025年来台旅客累计857万人次，虽然比前一年增加9.1%，但还没恢复到疫情前水准。观光署原本以1000万来台国际旅客为目标，后来下修到900万人次，仍未达标。到底外国人对台湾观光的看法是什么？疫后台湾观光逆差逐年扩大，在2025年突破1000万人次。出国1894万人次，但来台旅客不到一半，其中最多来自日本，再来是香港、韩国、美国。为了更了解外国人对台湾观光的看法，我们来到台北中山区访问一位日本 YouTuber。こんにちは，从日本来到台湾，差不多16年、17年了呢，够久了。伊库老师除了在频道分享台日文化差异，也常以日本人的观点探访台湾各地。他觉得吸引日本游客的特色是什么？现在是很多的台湾的那个台湾季，在日本各地都有用，那边有卖很多的台湾的美食，然后就日本人也很喜欢水果，而且是台湾产的水果是日本没有的，茶也是。还有一个台湾的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安全。不过从数据上来看，来台旅客人次还没回到疫情前水准。2025年相较2019年，中国和日本旅客减少最多。美国和菲律宾则增加最多。台币很贵，本来这么多，现在这么少，怎么可能轻易的过来呀？汇率的问题，还有日本人现在没有什么赚钱，也是有关系的呢。The mood is so vibrant, it's so festive, and of course, we also went to Xinjiang grassland. It's so cold there, but the view is very majestic, and it's like a window to marvels of the world. Yeah. I proposed my wife during our second visit in Taiwan. So this is May. December? Yes, last year, December. And I proposed in San Yat-sen Memorial Hall last year, June. 热情的菲律宾旅客与我们分享在台湾的珍贵回忆。这次他也带第一次来玩的朋友进行5天的旅行。The people are very warm and welcoming. The place is always clean and everything is very orderly. How about you? Me personally, maybe the weather because it's very chilly in here. Plus, it's easy to commut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Some of the reason why people don't actually come here per se is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stuff going on right now. That's probably the honestly like the biggest thing holding Taiwan back, to be honest. Though I will say, for right now, it's super safe being here. You can actually walk out at like midnight, 1, 2 a.m. in the morning. 2019年起，中国来台旅游陆续中断，疫后至今仍未完全开放。不过，就算扣掉中国旅客，2025年外国旅游来台人次还是比疫情前少了13%。伊库老师建议可以善用台湾的优势，多推广采水果或茶等体验活动。其他的水果摊可以买啊，很好吃啊，但是重点是最新鲜的在哪里？最新鲜的地方采，马上吃才是好吃嘛，采茶体验也是好嘛。台湾的茶也是很厉害，不只是单纯买或吃，伊库老师认为深度的旅游体验更能展现台湾特色。台湾有很多的河嘛，水上活动。对，日本即使是很多，如果有河流的时候，让客人坐在那船上面，这个就是日本最厉害的地方嘛。而且是台湾有很强的船哦，划龙舟啊。台湾观光还有哪些可以更好的地方呢？我们也访问到目前住在桃园的韩国 YouTuber 米蕾。大家好，我是米蕾，我现在是经营 YouTube， 然后之前也是有教过韩文之类的。因为韩国现在综艺节目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然后 YouTube 也有来拍，然后越来越多人来旅游。米蕾在毕业后来台湾旅游留下好印象。因为安全离家近，也感受到台湾人的亲切，于是待了6年，喜欢带韩国人挖掘台湾美食景点。韩国人就是年轻人喜欢那个台湾感性，台南就是随便一条都是台湾感性，所以大家会很喜欢那边拍照。可是我之前带朋友去台南，可是真的很辛苦的是交通。
交通真的很不方便。像是路难走，不一定有人行道，就算有，可能也会因为停放机车难以通行。还有些地方公车时间不准，朋友也遇过类似的小插曲，就是问当地人，哦，这个公车什么时候来？然后他就跟他说，哦，这个要一阵子哦。然后他觉得一阵子可能一下子而已，一直等，然后就是30分钟都做不来，然后就是一阵子是这个意思。观光署曾针对来台旅客做统计，主要游览景点依序是夜市、台北101、西门，而且大多集中在双北。Like I take metros all the time. It's my third day here, I guess. And I have this IC card. Very convenient. The buses have Wi-Fi, by the way, so that is something really cool. That doesn't happen in America at all. 许多游客提到交通因素，伊库老师也提出可以思考如何强化各地特色，吸引观光客再次造访。回动台湾的时候，例如说小笼包、拜拜、夜市、水果，其实台北也可以做，但是台南才有的东西，高雄才有的东西来推动，要不然的话，也像是打卡一样，解释了之后就下次要做什么？为了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台，观光署曾推出自由行旅客抽5000元的电子票证或住宿优惠，团客也有最高5万元的奖助金，效果如何呢？多5000元优惠券，有比没有好是真的，但是没有抓住到心理吧。所以应该要提供一些什么访问役，或者是在台湾旅游的时候用到的，就是这种提供旅游包的话，感觉比较有帮助。观光署也曾邀请韩团 Super Junior 成员圭贤、日本影帝妻夫木聪等多国明星担任观光代言人。不过 Miley 觉得台湾自己本身的文化输出效果更直接，就是看相见你来的，所以就想说，会不会遇到许光汉？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拍更多台湾感性的电影吧。到底要如何让外国观光客知道台湾？最后，我们也听听他们怎么说。I see a lot of advertisement about Japan, for example. But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maybe that could be more because foreign tourists are very curious about exploring this culture in Asia. Maybe it's since we're in the world of social media, it's more of proliferating and this prope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what's with Taiwan, what's unique in Taiwan.